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各位观众朋友们，出大事了，出大事了！今天的节目是我短期内的最后一期了，我接下来持续到月底啊，我要去英国参加一个加密货币峰会，可能短期内就不更新了，或者是由我的女徒弟代为更新啊，女面具人。所以说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就给你们来一场超长的干货内容。开头我就不太多说我最近的战绩了。昨天我在节目的末尾啊，我给大家已经说了可以抄底 Matic 了啊。那 Matic 今天又站上了1.2美金，涨幅也不小。Anyway，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有大戏看了。FTX 大战币安，相信有些吃瓜群众们、观众们都有所了解这个事情。现在 FTX 的平台币 FTT 出现了暴跌的情况啊，也不算是暴跌吧，是网传暴跌，说 FTX 要跑路了。实际上呢，它也就只是跌了10%多一点儿。但是呢，各方面的舆论攻势都对 FTX 展开了。而操纵这波大跌和攻势的背后的幕后主使是谁呢？大家来留言说一下，你们应该都知道答案了。那这个事儿究竟是怎么一个原因给导致的呢？我等会儿会给你们解谜的。大家都知道吗？赵长鹏发帖攻击 FTX， 那为啥 FTX 和币安赵长鹏就给杠上了呢？或者说是为啥币安就一定要把 FTX 置之于死地呢？很多人现在都在网上对 FTT 落井下石，觉得 FTT 要完了，要爆雷了，要跑路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看待 FTT？ 是不是一个抄底的机会，能让我们盈利呢？你们仔细的听完今天的加长版的精华内容，你就能明白了。这可是一个大的财富密码赚钱机会啊！而且呢，我还要给你们讲一些行业内部的东西，内幕秘密啊！各位仔细听好了。在我讲正题之前呢，请你们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啊，不然呢，你看错过了我每期节目的行情判断，没跟上节奏，或者是没能成功避险，多可惜的。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好，来说正题啊 ，FTX 爆雷的原因是网上传出。具体是那个 CoinDesk 带头传的这个消息啊，说 FTX 借了好多外债，80-90亿美元呢，但是 FTX 的经营不佳，赚到的钱都不足以承受借贷的利息，所以呢 FTX 很有可能恶意套现跑路，然后呢 FTX 就暴跌了。各位，咱们且不论 FTX 借了80亿美金还是800亿美金啊，借了多少钱，借了谁的钱，利息有多高，这种事情呢，都是人家的商业机密，人家官方是不可能告诉你的啊，人家官方也不可能说出来。那至于人家官方如果不说出来，那我就问你，你怎么能得到这个消息的啊？你说有什么消息人士呀、内幕人士呀、内幕消息呀？那面具人我就可以告诉你啊，能放出这种所谓的内幕消息，然后再去买新闻、买广告、买头版的，这是有成本的。所以呢，做这种事儿一般都是有极强的目的性的。所以面具人，我觉得啊，FTT 跌了和 FTX 什么欠债不还了、还不起钱了、要爆雷了、要跑路了，没多大的关系。那和啥有关系呢？这就要引出咱们今天这次节目的主角了，也是这次事件的幕后主使了。大家来看这张图，赵长鹏说他去年就结束了和 FTX 的合作，得到了20亿美元的 BUSD 和 FTT。然后呢，他现在因为 FTX 传出了欠债不还等等各方面的丑闻，那他现在为了避免风险啊，潜台词就是 FTX 要爆雷了，有风险，所以呢，为了风险管控，他就要抛售掉他所有的 FTT。那各位，这次事件的操纵就很明显了嘛？谁先掏钱买版面，
说 FTX 要爆雷了，那又是谁带头把自己的钱、大资金拿出来全部砸盘呢？这是赵长鹏一次性的大量的抛售 FTT， 不计代价、不计结果、不计盈亏啊，甚至砸钱也要把这个 FTT 给扔掉，而导致了 FTT 的币价大跌。那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力去做这个事儿呢？赵长鹏的这一波操作，再配合现在网上你到处都能看到，尤其是中文圈的水军网军啊，放出来了很多小道消息啊，基本上都是针对 FTX 啊要倒闭了，要跑路了，而且还有他请了很多洋五毛啊。那这些消息对 FTX 也造成了不小的打击，确实打击到了这个美国的交易所，而且也对 FTT 的持有者。那些持币人甚至可能会造成一些人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损失啊！有些人做杠杆了，或者是梭哈了啊，叫你赵长鹏这么一砸盘，直接给砸死了，确实伤害范围有点太广了啊！那么问题就又回来了，好端端的赵长鹏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为啥要出如此大的力气去搞 FTX 呢？那面具人，我只想说，大戏开始了。其实就在前不久啊 ，FTX 的创始人山姆银行人啊，他的英文名是 Sam Bankman， 那这个名字很霸气啊，他的名字里面英文就写了自己是银行人，哎，牛逼！山姆呢，在推特上发布了 FTX 积极的响应美国对加密货币的监管，并且呢，提出了一些他对监管政策的建议啊，写了几万字长篇大论啊，写得非常全面。我给你们念其中的几条啊，我直接说重点。等会儿我会把原文的链接放到我的群里面，你们也可以去打开看一下啊。他说的这些内容就是导致赵长鹏要干他的关键点啊！我把这些关键点念给你们听一听啊，你们听一听，分析一下有道理没 ？Sam 呢，他说我们要搞非法金融活动的黑名单，我们需要快速、可靠与非法金融相关的地址列表。但对点的传输应该是免费的，只要他们不去与受制裁的参与者搞到一起去。而且他在这个提案上明确地提出了 OFAC 制裁名单，要把这个名单算进去。那这个 OFAC 制裁名单是什么呢？ OFAC 就是特别指定国民和被禁止人员名单，还有人类可读名单。说简单一点呢，就是某些国家的国民，比如伊朗、朝鲜、古巴这种长期在美国黑名单上面的国家，或者是一些邪恶国家，你就不能给他们进行加密货币转账，如果转了，这就是违法的。那 Sam 提出来了这个提案，要把这个玩意儿加到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监管框架里面。这恰恰也就是刺激到了赵长鹏的直接导火索。那为啥这个事儿能直接的刺激到赵长鹏呢？首先，我简单的透露一下赵长鹏的背景啊，我不能给你们透露太多。有些人呢，可能尤其是在币圈里面懂行的人，混的时间久的人啊，大家应该都有点耳闻啊。具体的情况我不能给你们说太多啊。我只能说，赵长鹏他爹是中共高官，他的爷爷是老革命，长鹏兄呢是根正苗红的八旗子弟红三代。那么他既然是红色贵族，他自带的立场和阵营属性就非常的强，非常的明显了呀。赵长鹏是皇族呀，哎呀，太牛逼了！那 Sam 又何德何能与赵长鹏对干呢？来，面具人，我告诉你啊。Sam 也不是一般人啊，他也是政治贵族。那具体 Sam 的家世如何，我后半段会给你们揭秘的。我的标题里也写到了赵长鹏是下一个孟晚舟。那孟晚舟是为什么被美国给制裁了呢？为什么被美国联合加拿大把他给逮了呢？因为他孟晚舟欺骗银行，给伊朗转账，让美国抓住把柄了，对不对？这个事情当年还闹得沸沸扬扬的，是吧？嘿嘿。
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其实赵长鹏也在做孟晚舟做的这个事儿，只不过他用的方法更隐蔽。他利用自己构建的加密货币体系，常年给伊朗提供资金支持，而且这个资金量比孟晚舟要大得多。外媒爆出，尤其是彭博社啊，这是一个非常权威的媒体，说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帮助伊朗公司交易了80亿美元以上，占据了伊朗加密货币交易额的90%以上。美国的司法部正在对 Binance 可能违反的洗钱的规则和行为进行调查。路透社表示，币安通过了各种隐蔽性的方式，持续为伊朗提供资金交易支持，尤其是他还使用了 TRON 的特殊技术。那这个说到了 TRON 啊，也就要牵扯到了孙雨晨了。嘿嘿，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这就巧了。孙雨晨他也是八旗子弟，红色贵族，你们知道不？所以呢，同为红色贵族的孙雨晨和赵长鹏去做，帮助伊朗呀，帮助朝鲜的这些事儿，他就是在维护党国的利益嘛。因为没有党国，就没有他们的江山呀。要不然你们看孙雨晨和赵长鹏天天坐江山打江山，把自己的江山割得不要不要的，动不动就把人家给封号了，把钱不给人家了，动不动就说黑客把钱盗走了，动不动就发币发什么项目，把人家割得倾家荡产，把人逼跳楼了，是不是？这都是孙雨晨和赵长鹏爱干的事儿吧？不过呢，孙雨晨不在咱们今天节目的讨论范围内啊。我们继续来说主题。好。美国要监管加密货币，尤其是禁止对伊朗、朝鲜等等在美国黑名单里面的那些国家去进行加密货币交易。不管是加密货币啊，还有那些什么银行交易、现金交易都不允许。只不过 Sam 要把这个监管体系直接搬到美国的加密货币交易法案里面去。可是呢，币安它是皇族企业，根正苗红，真正的党国。在 Web3 区块链里面布局的最牛逼的大的交易所，那它既然是党国企业、皇族企业，它就必须要向伊朗、朝鲜去交易，就必须要向社会主义阵营去搞他们那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那个新的轴心国。所以呢，美国反对这个，那币安它又是皇族企业，那它就必须得搞这个，那这就水火不相容了。所以呢，赵长鹏和山姆就开战了。表面上呢，看起来是两个小老板的对决，实际上呢，是区块链领域的大国的主导权的问题。好，那说到这儿了，我就要给你们揭秘一下 Sam 他为什么敢跟皇族根正苗红的八旗子弟红三代对干啊？我告诉你们 ，Sam 他也是美国的传统政治精英家庭。他爸是斯坦福大学的法学教授，他母亲芭芭拉是前2级上诉法院的高级法官，他姨妈是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同时呢，他母亲还有一个非常牛逼的身份啊，他母亲是政治筹款组织 Mind the Gap 的，包括还有那个投票组织 GOTV 的组织，还有选民信息中心的联合创始人。各位听懂了没？他妈是管政治筹款，还有投票，还有选民信息的，懂了没？也就是说 ，Sam 他的母亲是很多政客的金主，是很多政客的爸爸妈妈，懂了吗？并且呢 ，Sam 本人也是拜登在2020竞选的最大的筹款人之一。现在你们听懂了？论背景来说 ，Sam。比你个中国的传统封建贵族、封建皇族的那个牛逼成分只高不低啊！你可以把 Sam 他妈理解为他们是凌驾于当官之上的美国真正牛逼的财团、影子政府之类的啊，说这些都不为过啊。那你觉得 Sam 他会怕赵长鹏吗？其实 Sam 的提案有很多，其中还包括项目方必须要公开透明。不能对客户匿名，这个问题面具人我之前也说过啊，那凭啥啊？你项目方就是匿名的哦，我这个客户去买你的币，我还要 KYC， 我还要上传身份证、上传护照，
上传银行卡然后呢，我买了你的币，你把我啥数据都获取了，然后你随时都能割我，你把我的钱也拿走了我连你是个谁都不知道，对不对？这明显不公平嘛。所以呢 ，Sam 他就提倡项目方也必须向客户公开透明，保证对客户的诚信。那这也让币安系列的那些什么个官宦子弟随便你家是当官的，你跟币安刚好有关系，有那条线儿，你就可以发一个Sandbox 呀、Gala 呀、Stepn 呀，发个烂鸡巴毛项目就能洗钱割韭菜。这些事情如果美国立法了，那币安搞的事情就做不成了。面具人，我告诉你们有一个内部消息是我个人查证过的，那就是币安很多的项目方背后的老板，你别看很多观众也都发现了很多币安的推出来的什么明星项目呀，他们的所谓的这个联合创始人呀，那个大老板呀，看起来都是一些20几岁的逼崽子，就当大老板了，联合创始人了，毛都没长齐呢，就开始指导世界人类的发展了给人类的经济把脉了。那面具人，我就告诉你们，这些人都是红色基因，这些人的爹妈爷爷奶奶，他们至少都是市区级以上的干部，懂了没？所以呢，人家才能20几岁毛都没长齐呢，就当这个创始人，那个大老板的这个经济专家，那个大神人了。他们什么鸡巴毛都不需要懂，人家有的就是优秀基因，人家生出来就比你有权利、有地位、有资源，人家就能发项目，联合币安割你的韭菜，明白没？人家说白的就是白的，人家说黑的就是黑的，人家的江山，人家打的就是你，懂了没？很正常嘛，对吧？父辈打江山，子女坐江山嘛，坐江山的同时顺便再打一打江山。其实面具人，我一直就觉得币安的存在对市场的良性竞争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反而在不停的污名化整个区块链加密货币领域去年到今年有多少个统计机构都统计过币安的项目有90%要么归零，要么跑路，要么诈骗，对不对你们自己也可以看出来嘛，哪个币安的项目不是把人吸干榨净一地鸡毛，是不是？这是 FTX 惹怒赵长鹏的第2个导火索。还有一点呢，就是 FTX 倡导所谓的黑客行为必须由交易所或者项目方来负责。这种由黑客你今天说黑客把你搞了，明天说黑客把你搞了，然后钱没了，把人割了就完事儿了让韭菜们自己认栽。FTX 他提倡这种损失不能转嫁给用户，要由项目方或者交易所自己来负责。人正不怕影子歪同样是做交易所的，为啥人家 FTX 敢说你赵长鹏对于这个事儿就惹了你的鞭毛了，你就怒了那这个我跟你说为啥？大家最近也都知道了，币安动不动好几个项目，包括他自己官方的币安链都说有黑客攻击了，钱没了，是吧？你们最近看嘛，是不是说他的什么币安币被凭空铸造了什么嘎啦币又增发了都是黑客干的，我们官方不管，你们亏了是你们的事儿，你们找黑客去，对不对？那美国如果要搞这个黑客搞的事情，那不是在你平台上搞的吗？那不是因为你项目方疏忽搞的吗？那你就应该认这个亏损。你要不认你不担这个风险，那你也别去发币你也别做交易所，你去赚人家的钱呀。就好比说我在你的餐馆吃饭，然后你餐馆的煤气爆了，把我给炸了你说这是因为煤气罐公司的事情，不是我这个餐馆做的饭不好吃，你觉得这有道理吗？我说了这么多，其实也只是 FTX 的提案的冰山一角，里面还有很多内容呢非常多。那各位你们想一想，FTX 能发出这些公告，你们再结合 Sam 的政治背景去看一下，你就不难看出他这么做的背后是美国政府受益的。他这个文件有几万个字呢，我一会儿把链接发到我的群里面你们可以进去看。好，继续来讲节目其实咱们说完政策性的问题我们就单单的把人与人之间对比赵长鹏和 Sam 的人品，他们也是天差地别的。币安里面的那个卖淫圈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各种项目方赚了钱以后就去搞淫乱派对啊，各个项目方的老板呀，或者他请个什么17、8、20几岁的卖淫女就能当创始人了啊！你们仔细去看一下，多少一个小逼崽子、小女娃啊，你跟他聊2句话就能听出来球也不懂啊。然后呢，人家说我是加密货币专家，我是加密货币创始人，我是这个币的联合创始人，那个项目的联合创始人啊，这个区块链领域的专家，哼，那一看就是脱了裤子就能来钱的人嘛。我告诉你们啊，这些人非贵即娼，要么是人家就是红色基因，要么呢就是人家裤子脱到了项目方的头上了，懂了没？啊。这些项目方啊，你们不是面具人你接触不到这么多的项目方。面具人我每天都能接到几10个项目方联系我，说要打广告合作，让我帮他推广。最近币安的项目方是少了很多，因为我告诉你，只要是币安的项目方来了，我就一律给骂回去，我不会给任何一个好脸，听懂了没？因为这些人我接触了几回啊，越来越觉得脏逼恶心。下贱、下三滥、下流无耻，啊，而且没人性，懂了没？天天这帮人就是研究怎么吹牛逼、包装项目、割韭菜，然后呢，把割韭菜赚来的钱就又去嫖啊，包二奶、包小三，开淫乱派对，把钱花完了以后，来再做一个项目，再继续割，割完了继续嫖，都是些什么人呢？其实你们从币安培养的这帮人就能看出来，他们的老大哥赵长鹏是什么德行。啊，那人家 FTX 里面的人咋不搞什么啊？动不动找一个小姐二奶给你说你是什么专家，他是什么专家，你们都得向他学习，学习他的思想，学习他的语录啊！一点都没有一个专业人才的样子，穿的那裤头恨不得把屁股露出来。你是过来讲你是专家呢，还是来露你的胸来了？是不是？啊，人家 Sam 在干啥呢？人家承诺了，他的大部分资金都要用来做慈善事业，而且他也已经在捐款承诺平台 Giving Pledge 签署了捐赠承诺，会将自己大部分的资产用于慈善事业，还有 FTX 的1%的净收入会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而且你们仔细观察嘛 ，FTX 上面的项目方呀，从人到事儿都是正正经经的，你不管是他们的业务员还是他们的项目方啊，从讲话到人家说出来的那个内涵，你一感觉人家就是专业人士嘛，而且人也不到处发诈骗盘子、土狗盘子，割自己的用户，骗自己的韭菜，而且他自己也不天天说自己被黑客攻击了，钱包被盗了，钱没有了，你们韭菜自己就认栽吧，认赔吧。还有Sam 这个人的私生活也很自律。好，这是2个人的对比啊，孰高孰低，谁更靠谱？你们自己应该能感觉出来吧？一个呢就是传统的中国皇室封建的官僚的那种作风，恨不得给你包养几百个二奶、几百个小三，是吧？啊，他把他自己当皇帝了，后宫佳丽3000万，是不是？后宫佳丽3000，千千万万的美女等着他去挑啊！你做生意你就有个商人的样子嘛，你搞的那什么，哎呀，我跟你们说，你们真是不知道币安项目里面的那些脏圈真的是脏啊！好，言归正传啊，说了这么多，我相信你们最关心的应该是 FTT 我们能不能买啊？一山不容二虎，那币安和 FTX 的斗争谁会赢呢？很简单，其实你们可以参考中美对决啊，哪一次美国不是压着中国打？无论是军事战、贸易战、芯片制裁、科技战争啊，哪一次中国能直接的跟美国对抗了？它最多只是拖延时间、周旋，对吧？而且你看中国的贪官啊，那些有钱人、明星。一边在中国说我爱党，我支持共产党，一边呢偷偷的把自己的钱、把自己的子女、情人、老婆、小三全部送到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是不是？孰强孰弱已经很明显了。其实赵长鹏这一次的主动发难去搞 FTX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唯有主动发难，
才能尽可能的对 FTX 的伤害最大化。但是呢，币安对美国政府的监管呀、打压呀、制裁呀、司法调查，面临这些情况和问题，他手里面能打的牌不多。而且你们还要想一下啊，你赵长鹏对美国政府能做的事情不多，但是美国政府能对币安做的事情就很多了。嘿嘿，就这，你币安还想搞掉 FTX？ 那我就告诉你们了，刚才也说过了。FTX 的 Sam， 人家老板就是和美国深层政府捆绑得很深的政治家庭，人家就是帮总统竞选的，人家就是做这行生意的，咋了啊？你不服？你不服你去干他去吗？啊，其实这背后的逻辑已经很明显了。如果美国要在加密货币领域、Web3 领域占据霸权，那他就可以占据霸权啊！没办法，因为美国牛逼。人家无论说是从技术能力、资金实力，还是说人品，人就是比你共产党红色贵族要强，没有人能挑战他啊！你中国改革开放30年，好不容易老百姓手里面有点钱了，发展了，来，你红色贵族现在搞什么供销社，搞公有制？你觉得你把中国老百姓的韭菜割完了，坏事做绝，封城封的这些人死去活来的，你把他们割来的钱，你就能跟美国对抗了？你赵长鹏就牛逼了，你把美国人全部都干翻了啊！而且呢，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赵长鹏。你们要知道，美国人是很有耐心的，他可以为一件事调查你10几年，甚至几十年。他要么不出手，出手就会像对孟晚舟那样一击毙命。一旦美国司法部给你定性，你币安违反了国际法规，给伊朗、给朝鲜提供资金支持，那么美国政府对你赵长鹏的打击就会接踵而来。到时候你赵长鹏就会是孟晚舟的下场，要么你在加拿大的监狱里面待着，要么呢你就回你伟大的祖国。而你赵长鹏的币安币会被美国及其西方集团盟国禁止交易，届时呢，币安币就会是一坨狗屎。这场战争其实就是代理人的战争，谁赢谁输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反正面具人我本人是梭哈了 FTT 啊，你们看图，这是我的交易记录，哎，也不算是梭哈吧，100万人民币而已。那为什么我敢买这么多呢？因为面具人我不觉得 FTX 有什么问题。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FTT 的走势，它的走势其实已经算很平稳的，那这就证明了它里面的资金杠杆风险不大，不会像其他的那些币一面临了熊市以后就背不住利息了，就要崩盘了。FTT 其实没这方面的大风险，而且呢，它在最低的点位、最黑暗的时刻，它也不过就是现在这个价位嘛。对吧？之前以太坊跌到了800多了 ，FTT 能跌到多少钱呢？也就20左右嘛，是吧？啊，你就觉得赵长鹏他能把美国本土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给瓦解了，他把美国人全干翻了啊！我告诉你们，等着美国财团的资金纷纷到账了啊！你赵长鹏只不过占了一个先手，玩了一个游击战突击，把人家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而已啊！等人家回过神来了，你们要知道，西方人都是这样，比较慢热啊。你只能跟他玩闪电战，但是你跟他玩持久战，玩下来你看谁牛逼啊？过2天你们就能看一看我到底我这份梭哈赚不赚钱啊？当然了，我也有可能翻车啊，只不过我不信这个邪。但是有很多华人啊，很奇怪啊，你们看这个图。这是我在社区里面发起的一个投票，我说你是支持 FTX 还是支持币安啊？大部分的人是支持币安啊。哎，面具人我就想说，华人呀，他就是斯德哥尔摩呀，看谁老实谁正直就欺负谁，觉得他是傻逼啊，就像中国人传统现在觉得啊，谁老实就是骂谁是傻逼一样，老实人就是傻逼。可是你们反过来看呢，谁对他恶，用铁拳捶打他，就像共产党割小粉红的韭菜，把小粉红锁在家里面，小粉红直接高潮了呀！你们仔细去看嘛，那些币安群里面的各种币安博主的粉丝们啊，币安把这些人的韭菜割完了，把他们坑了，他们还心心念念的支持币安呀，觉得币安好呀。
各位，你们再去看看那些个支持币安的博主们，天天舔币安屁眼的博主们，他们无非就是为了渴望他们的狗主子币安给他赏2口狗粮呀，就在那儿误导他们自己的粉丝，误导韭菜去全力支持币安，买币安的项目，用币安的交易所，开币安的合约杠杆，让他们被爆仓、被归零、被割韭菜。我告诉你们啊，这些博主是最他妈坏逼的。但凡你们在座的啊是有点良心的，有点他妈人脑子的，就应该主动的去抵制这些个走狗啊！你别说我不认什么民主自由啊，你们都有选择权嘛啊！你选择去舔币安的狗屁眼，那我也可以号召大家去抵制你们这些博主嘛，对不对？啊！你们如果说想支持爱币安的走狗博主们，你们也可以去支持去爱，对吧？要么呢就尽早的远离这个恶心下贱肮脏的圈子，否则呢那些币安的忠实的韭菜们被逼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下场就是你们的明天。好，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